请问 UP， 这个场地中央的石头是做什么的？有观众私信问我说，我上期视频没有讲到这个，所以我去小小的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对战斗的难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这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它。首先，这个装置出现在本期深渊的 12-1， 虽然12层的描述是仅在此层地脉的流动平缓通顺，但真当你进去了，你就会发现场地中央摆了这么个装置。不过既然他都说地脉是平稳流动的了，那么它肯定是与地脉无关的。这个装置具体叫什么我还真的不太清楚，我有尝试在游戏里寻找它的蛛丝马迹，但很可惜并没有找到，所以在视频里我暂且叫它做元素增幅装置。该装置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？它会给怪施加火附着，并且怪的表皮会像是加了一层滤镜一样，或者说就像是贴了一层膜一样，我暂且把这个现象叫做附膜。这并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该装置了，之前的深渊里以及大世界和日常委托里我们应该都有遇见过，只不过大世界里的通常以石头的样子出现，他们也会给周围敌人施加附魔，不过由于是石头，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挖矿等同的方式来破坏掉它的，施加的附魔效果也会随之消失。但是深渊里的这个装置我们是无法进行破坏的。那么该元素增幅装置的运作机制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不同属性的附魔具体又有什么效果呢？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？本期视频会告诉你答案。以火元素增幅装置为例，该装置会以15秒为一个周期，给周围的敌人施加附魔。开场之后不会立马施加，需要先过15秒才会施加第一次，之后就会周期性的施加。附魔施加的元素附着是不会衰减的，所以我们无法等待它自然消失。在附魔状态下的敌人能力是会得到增强的。首先，伤害会有显著提升，正常状态下突刺伤害是2950。附魔后的伤害则变成了4130，伤害提高了 40%。 此外，抗性也会有所增强。正常状态下，钟离普攻的第一段伤害是2014，附魔后钟离普攻的第一段伤害则变成了1282。正常状态下，星海普攻第一段的伤害是619，附魔后星海普攻的第一段伤害打了蒸发也只有600。正常状态下，班尼特战绩点爱的伤害是2912，附魔后班尼特战绩点爱的伤害则变成了599。还有其他风伤、炎伤、雷伤、冰伤，这些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我们通过盗宝团和野服中的基础抗性可以得出结论，附魔状态会给敌人增加全元素 50% 左右的抗性，以及对应元素差不多 100% 的抗性提升。这里对应元素是火，所以班尼特前后伤害才会差这么多。附魔状态也同样会大幅提高敌人的韧性，但并不是完全霸体，像是这个盗宝团还是能被我秦团长的风压剑给击倒的。如何应对呢？我们依旧可以利用元素反应来消耗掉该元素附着，以此来消除掉该状态。消耗火元素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克制它的水元素，我们给敌人施加2次落水附着，便可以把附魔消除。如果是强水，比如说公子的大招，那么则只需要施加1次强水附着即可消除掉附魔。若是雷元素，因为雷火之间不存在克制关系，所以我们只需要2次强雷即可把附魔消除。若是超强雷，比如北斗的大招，则只需要1次即可消除掉附魔。落雷则需要4次，1次强雷2次落雷也可以消除掉附魔。这里怕有些观众不知道，简单提一下元素的强弱关系和克制关系好了。所谓元素强弱，其实本质就是元素量的多少，强元素附着的元素量会更多，弱元素的元素量会更少。强弱关系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弱比强比超强等于1比2比4的关系，也就是翻倍。克制元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1比2，比如说1水等于2火。非克制元素之间的关系则就是简单的1比1，比如说1雷等于1火。所以我们用水消除火会来得更快一些，而像是风炎这2种元素则是均弱于其他元素的，可以简单理解为是被其他所有元素克制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利用风炎来消除该附魔的话，我们是需要超级加倍的，2次超强炎4次强风，我们才可以消除该附魔。云锦的2段 E 是超强炎，晴和温里的元素战绩均是强风，冰元素同样被火元素克制，所以想要消除掉该附魔，我们需要8次弱冰，又或是4次强冰，又或是2次超强冰，才可以消除掉该附魔。这里我用罗莎莉亚一共打出了8次弱冰才消除掉该附魔。简单来说就是用水是最简单有效的。其他类型的元素增幅装置，比如说雷和冰，抗性韧性的提升幅度
和消除附魔的方法什么的基本是一致的，唯一区别在于雷附魔是缩短敌方的技能招式冷却的，也就是敌人的攻击频率变高了，而冰附魔则是增加敌人的防御力的，也就是变肉了，和火附魔提高敌人的攻击力还是有区别的。最后关于该元素增幅装置，我们还有几点需要注意。第一，我们是不能通过提前上元素附着来抵消掉该装置的附着的，比如说提前上水元素是没有用的，我这里星海提前上了水母，但依旧需要2次落水来破盾。第二，该装置的元素附着对于那些已经被消除过附魔的敌人来说，也就是被破过盾的敌人来说，是存在冷却机制的。被消除附魔的敌人在之后的2个周期内，也就是30秒到45秒内是无法再次附魔的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但是如果我们破盾破得太慢了，那么该装置对于那些没有完全被消除附魔的敌人来说，是会给他们补充附着的元素量的。比如我们是用分炎破盾的，因为补充的元素量，则我们需要多放1次强风或是强炎附着的技能。如果是雷元素的话，则需要多用1次落雷附着的技能，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。我们最好能在15秒内把敌人的盾给破掉，不然会比较麻烦。因为假如你是使用沙坦来破盾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你破了半天，破了个寂寞，破盾的时间会被大幅拉长。如果是用水系角色的话，则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。最后一点，由于该元素附着是不会衰减的，所以我们是无法利用元素共鸣的效果去减少附着时间的。比如说双水共鸣会减少 40% 的火元素附着时间，这对该附魔来说是不起效的。只有像是上期提到那些地脉异常的场地效果，印然之火、势能之雷、凝结之冰、迟滞之水，这些元素附着会随时间衰减的，我们才可以利用队伍的元素共鸣效果。这点也算是对上期没讲到的内容做一个补充吧，算是一个小知识点。那么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，如果你有什么类似的问题的话，可以私信问我，可能的话我也会把问题汇总一下，做成一期视频分享给大家。最后都看到这里了，难道真的不来个3连支持一下 UP 主吗？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